曾经年营收2000多亿的家电龙头海尔集团凉了，最近日子过得实在不太好。股价从2024年10月8日创下历史新高以来，这个1000亿市值的家电龙头就开启了慢慢下跌路，累计跌幅超过 20%。大家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从数据上就能看出端倪。2024年前3季度，海尔之家营收2029.7亿元，同比增长才可怜的 2.17%。咱们再仔细看看第3季度，同比增长更是惨不忍睹，仅有 0.47%， 比2023年同期的 7.53% 暴跌了 5.65个百分点。有意思的是，海尔这种增长放缓不是突然发生的。2021至2023年，公司前3季度的收入增速分别是 9.86%、8.95%、7.5%。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趋势。你说海尔的管理层看不到这个趋势？他们看得到，但就是无力回天。当然，海尔的管理层一定会说，我们的利润增长还不错嘛。确实，2024年前3季度，公司规模净利润 151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15.44%。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错是吧？但问题来了，这个利润数字远远低于老对手美的集团的317亿元和格力电器的 219.6 亿元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海尔还能保持双位数增长吗？因为他们在费用控制上做了很多手脚。2017年，海尔的销售费用率高达 25.62%， 创下历年新高。到2024年3季度末，这个数字硬生生被压到了 22.09%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？且慢，对比一下同行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。Wind 数据显示，美的集团的费用率是 15.66%， 格力电器是 12.33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海尔在竭勇之力维持表面的利润体面。再来看看利润率的比较。截至2024年3季度末，海尔的销售净利率为 7.6%， 美的集团为 10%， 格力电器更是高达 14.5%。差距简直不要太明显，这种差距必然反映在净资产收益率上。2023年，海尔 ROE 勉强达到 16.85%， 而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分别是 27.2% 和 22%。多年来就一直这样被对手压制。分红方面，海尔自1993年上市以来，累计分红29次，平均分红率为 29.9%。听起来还行是吧？但最近几年，这个数字被硬生生拉高到了 45%。反观美的集团上市以来，平均分红率为 42%， 2023年更是达到 61.6%。格力电器上市以来，平均分红率为 47.8%， 2023年为 45.3%。很明显，后两家在分红上更有底气和实力。所以从数据上看，海尔不仅营收增长明显放缓，利润方面也因为费用控制等因素才勉强维持增长。更要命的是，盈利能力、分红水平在三大龙头中都不怎么样，远远落后于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。咱们今天要分析一个最让海尔集团头痛的问题：国内市场份额正在被对手疯狂蚕食。数据不会撒谎，海尔国内市场占总营收的比重从2014年的 87.3% 一路暴跌到2023年的 47.67%。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？说明国际化做得好。但问题是，国内市场的营收已经陷入低速增长的泥潭了。从2018年到2023年，海尔的国内营收从1058亿元勉强增长到1246亿元，年复合增长率只有可怜的 3.3%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跌，海尔的国内家电业务还将面临更大的冲击。这话怎么说？
我给大家算一笔触目惊心的账：2021年，中国楼市迎来历史巅峰，此后就像过山车一样急速下滑。2024年前11个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只有 8.6 亿平方米，较2021年同期的 15.8 亿平方米，整整少了 7.2 亿平方米，跌幅高达 45.6%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从卖出商品房到产生家电需求，中间会有1-2年的滞后效应。也就是说，2022年地产开始大幅下滑，加上家电消费降级，现在这个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。这个趋势从今年上半年的家电销量数据就能看出来。据统计，中国白电市场上半年销售量为7774万台，同比下降 3.6%。更吓人的是销售额同比暴跌 7%， 只有2319亿元。简直是雪上加霜啊！当然，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。为了稳经济，国家这2年持续出台政策，大力刺激家电消费需求。现在又开始搞以旧换新补贴政策。跟上一轮2007至2010年相比，这次的补贴力度确实大了不少，特别是对高能效等级家电的补贴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上半年确实不太行。但是下半年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一来，2024年全年家电市场销售规模有望突破9000亿元，再次打破2019年创下的历史记录。但是且慢，大家想过没有，家电政策补贴挪用家电更新需求前置，其本质是透支未来需求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几年商品房大幅下滑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，海尔在国内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给大家算第2笔账，按照正常的房地产开发节奏，一个小区从开工到交付使用，平均需要2-3年时间。那么2021年卖出去的房子，到2024年基本都交付完了。但从2022年开始，新房销售暴跌 45.6%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2024至2025年交付的新房数量也会暴跌 45.6%， 新房装修带来的家电需求自然也会暴跌 45.6%。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穷，结婚率创历史新低，有多少人还舍得换新家电？据最新统计，2024年中国25至29岁年龄段的未婚人口比例已经超过 50%。结不起婚，哪来的装修需求？哪来的家电需求？即便是已经结婚的人，消费降级也是明显的趋势。以冰箱为例，2024年上半年，3000元以下的经济型冰箱销量占比从2021年的 35% 上升到了 45%， 而海尔主打的中高端产品销量却在不断萎缩。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问题，在地产下行大周期中，海尔的国内业务高速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，维持低速甚至零增长将会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面设定。这种颓势已经开始了。2024年第3季度，海尔的冰箱业务营收同比下滑 15%， 空调业务营收同比下滑 12%， 洗衣机业务营收同比下滑 8%， 这哪是什么龙头企业啊，简直就是在等死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海尔不是还有海外市场吗？别急，今天我就给大家扒一扒，海尔在海外市场究竟有多少水分。首先，从数据上看，海尔确实在大力开拓海外市场。2014年的时候，海尔海外营收才107亿元，占总营收比重区 12%。到2023年，这个数字倒是涨到了1356.78亿元，占比也提升到了 55.5%。看起来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且慢，这里面有多少是真本事，有多少是靠并购堆出来的数字呢？我们来看看海尔的并购清单。2015年收购日本东芝的白色家电业务
2016年收购德国库卡的家电业务，2018年收购 Fisher 与 Payco，2019年收购 Candy。简单来说，海尔这些年在国际市场的扩张，主要靠的是买。当然，这种买也确实带来了一些市场份额。根据欧瑞数据统计，2023年海尔白电销售量在亚太市场份额第一，市场份额 26%， 在非洲排名第二，市场份额 15.8%， 在大洋洲及新西兰排名第一，市场份额 14.6%， 在欧洲排名第四，市场份额 8.8%。 听起来不错。问题来了，我给大家算第三笔账，海尔这些年海外并购花了多少钱？2015年收购东芝白电花了47.6亿元，2016年收购库卡花了234亿元，2018年收购 F 与 P 花了42.7亿元，2019年收购 Candy 花了34.9亿元，10年间光并购就花了将近400亿元。再看看这些并购带来的效益如何。2021至2023年，海尔海外业务收入增速分别为 13.2%、9.91%、7.6%，明显的递减趋势。而且从2023年的财报来看，这些海外并购项目的净利率普遍只有 3% 至 5%， 远低于国内业务 10% 以上的净利率。更要命的是，海尔在海外市场还要面临美的集团等对手的激烈竞争。一方面，美的集团的国际业务增长更猛，营收从2014年的 497.85 亿元狂增至2023年的1509亿元，绝对值超过了海尔。有人说，海外市场够大，海尔、美的都能吃饱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全球经济都不太好，海外家电市场增速明显放缓。根据最新数据，2024年第一季度，全球家电市场销售额同比下降 5.2%， 创下近10年新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海尔和美的这两家中国家电巨头注定要正面厮杀了。从目前态势看，美的完全占据上风。就拿最新的数据来说，2023年美的集团海外业务的毛利率达到 27.16%， 创下历年最高纪录，而且比国内市场还高。反观海尔，海外业务毛利率从2021年的 28.21% 一路跌到2023年的 26.77%， 不仅持续走低，还明显低于国内市场。所以说，海尔现在是内忧外患，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都在节节败退。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，按照最新数据，北向资金对海尔的持股比例已经从去年的 16.15% 降到了 10.29%。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聪明的外资已经在用脚投票了。说白了，海尔现在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却还要死撑面子的阔佬。表面上看，他还在各种并购扩张，但内里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我敢说，如果不是靠着各种财务技巧和并购数据，海尔这个所谓的家电巨头早就该现出原形了。